抱朴子，你可能听说过他跟那个炼丹啊、修仙啊什么的有关，感觉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挺远的。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一篇叫做《内篇对俗》。1700年前吧，有位叫葛洪的智者，他针对当时特别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认命，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有点躺平。对，就是觉得哎呀，我天生就这样了，别人厉害那是命好。葛洪呢，就针对这个进行了一场我觉得相当精彩的逻辑辩论。他想回答一个就是很核心的问题：一个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局限，活得更好，甚至更长久？看看葛洪是怎么用逻辑、用实力，把修仙这么个听起来虚无缥缈的概念，变成一套融合了哲学思辨、伦理道德还有生活技巧的，我们可以叫它生命智慧体系。这些跨越了1000多年的智慧，对今天的你我可能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就先回到葛洪生活的那个时代，东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头？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会对长生这件事儿这么执着呢？要理解这个，你得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东晋呢，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之前长期战乱的废墟上的。北方是所谓的五胡乱华，打成一锅粥；南方呢，虽然相对稳定点儿，也经常有内斗啊、起义啊这些，确实不太平。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朝不保夕可能真不是形容词，就是日常状态。可以想象那种焦虑感。这种普遍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自然而然就会催生一种渴望，就是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活得久一点、安稳一点。那当时的思想潮流呢，能满足这种渴望吗？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你看儒家，它更多的是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强调的是接受现实秩序。就是认命。对。然后佛教呢，当时刚刚传入不久，还在发展，它讲的是因果轮回，更多是寄希望于来世。这两个对于那种我今生就想改变命运的需求，好像没提供太直接的方案。那道教呢？道教不是讲究这个修炼长生吗？道教当时确实有这方面的追求，但是呢，它还处在一个比较零散的状态，各种方法都有，比如导引就是一种呼吸吐纳锻炼啊，我知道，类似气功，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还有炼丹、画符箓等等。但这些方法它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效不怎么样也说不太准。很多人吧，就是病急乱投医，听着哪个好就试试哪个。对，听说什么就试试，但心里其实没底。所以葛洪他出来写这个抱朴子，特别是对俗这一篇，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想提供一个系统的能操作的手册，整合方法，解答当时的普遍疑惑，尤其重要是抵抗那种我不行都是命的宿命论调。不光是方法，思想层面也有问题吧？我记得好像儒家不太看得上道教某些做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儒家是当时的正统，强调入世，讲忠孝仁义、齐家治国。但当时有些修道的人呢，可能比较极端，讲究弃绝人伦，躲到深山里去，抛弃家庭、社会责任那种。对，就跟儒家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所以导致一部分人觉得道教这个东西有点离经叛道。那葛洪呢？他什么立场？葛洪他自己背景比较特别，他是儒家的底子很厚，但也精通道教的修炼，所以他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哪儿。儒道双修，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在对俗里的一个策略就是试图调和，他特别强调修仙也要讲忠孝仁义，把儒家的核心伦理给它融入到道教的体系里，这样就能让道教显得不那么出格了。对，提高他的社会接受度，尤其是争取上层社会的支持。再加上当时毕竟没有现代科学嘛，人们理解世界主要还是靠观察和经验。比如看乌龟活得长，看到乌龟活得久，松柏耐寒，就觉得它们肯定有长寿的秘诀。但这种观察往往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统。是的，葛洪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这些碎片化的观察，比如说从乌龟缓慢的呼吸联想到导引术，还有当时流传的各种道教方术，比如用丹药治病，再加上他认可的儒家伦理，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构建出了一套在当时来看最系统也最贴近现实生活的一套关于生命追求的理论。所以说，东晋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
动荡不安，思想上有冲突，认知上又有局限，共同催生了这样一种需求：人们需要一套能让人安心、能实际操作，而且还得符合主流观价值的关于如何活得更好的指南。对俗正好就回应了这个需求。那个时代的《乱世生存与进阶智慧手册》，葛洪具体提出了哪些你刚才说的有颠覆性的观点呢？这部分应该挺精彩的。是的，这部分是核心。它主要有3大论点，可以说直接挑战了当时的很多流行观点。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挑战宿命论，它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意思。对，当时很多人怎么想呢？觉得长寿啊，那是天生的。你看彭祖传说活了800岁，还有乌龟、仙鹤活那么久，那都是天赋异禀，普通人学不来的。这种天赋论或者说基因决定论的想法，其实现在也不少见。总觉得别人的成功，哎呀，那是人家命好，或者天生就聪明。一点没错。那葛洪是怎么反驳的呢？他不是空喊口号，他是讲逻辑的。他从几个层面来辩驳。首先，他反问：人都说是万物之灵了，最擅长的是什么？是学习和总结规律吗？你看，我们能学会耕种，能模仿鸟兽造工具、盖房子，那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乌龟、仙鹤它们长寿的那个内在原理呢？比如，它们呼吸很慢，能量消耗少。那人就可以通过练习导引术，调节饮食作息来模仿啊。他认为长寿的核心是掌握规律，而规律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所以别拿天生不行当借口。就是说，长寿也是一种技术，技术就能学，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第二个层面，他把那个传说中的彭祖拉下神坛。怎么说？他说彭祖也是爹妈生的，是人，不是神。他能活那么久，靠的是后天学习和坚持修养方法，比如练习导演，服用一些有益的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注重品德修养。他还反问，如果真是天生的，那为什么彭祖的子孙后代没有个个都活那么久呢？这就说明天赋可能只是个起点，后天的努力和方法才更关键。所以不要总说哎呀我天生不行，你可能只是没去尝试挖掘自己的潜力，或者没找到对的方法，比如调整呼吸方式，养成规律作息等等。鼓励大家主动作为，确实有这个味道。然后他还有第3个角度，用了一个类比反证。他说你们看看，就连那些看起来很神奇的小法术，比如吞刀吐火、隐身变形，注意啊，葛洪是相信这些技艺真实存在的。他书里有记载，认为那是可以通过特殊方法练成的术。他说既然这些小术都有人能学会，那追求更根本的关乎生命的大道，也就是健康长寿的方法，为什么就学不会呢？他的逻辑是小术都能成，大道没理由不行。对，他想表达的是玄妙不代表虚假，可能只是我们暂时还没理解它的原理。就像古人看我们现在用手机支付，肯定也觉得不可思议嘛。所以他的第一个颠覆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宿命论，认为生命状态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改善。这个观点确实在任何时代都挺有力量的。是的，非常积极。然后他的第2个颠覆性观点是重塑了当时人们对修仙的理解，强调德术双修。德术双修，道德和技术都要。当时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修仙嘛，就是练技术、学本事。为了达到长生这个目的，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偷点秘方、骗点丹药什么的？功利心比较重。葛洪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明确提出，你想追求长生健康，那前提是你得先学会做好人。他说，德性是基础，是入场券，你那些方术啊、技巧啊，都只是工具，没有好的德性打底，工具再好也没用，甚至可能有害。这个德性它具体指什么呢？有没有设定什么标准？还挺好奇的。他讲的还挺具体的，分了几个层次。首先，他把儒家最看重的那些核心道德规范，比如忠、孝、和、顺、仁、性等等，全都纳入了修行的基础。把儒家的东西拿过来了。对，他认为这些是做人的根本。如果你违背了这些伦理道德，比如说你不孝顺父母，对人不讲信用，
那你内心就会怎么样？会安不稳，会愧疚，会焦虑。心里不踏实。对，这种负面情绪，按照当时的理论，会扰乱你身体的气机。这个气机，你大致可以理解为影响了身心能量的平衡和稳定状态。就是说，情绪影响健康。非常对。所以他认为，德性有亏会损伤健康的根基。你技术练得再高明，丹药吃得再多，根基坏了也没用。所以他特别强调修仙不费人伦，不是让你抛弃社会责任和家庭关系，这其实已经触及到了身心医学的层面了，就是心理状态对生理健康的影响。这个观点现在看也很有道理。那他有没有更具体的标准？比如怎么算德性够了？这个他还真引用了当时的道经，给出了一个有点像积分一样的量化标准。比如他引用一部叫《玉情经》的道书说，如果你想成为在人间长寿、没什么灾祸的地仙，那你得积累300件善行。300件还挺多。如果想成为更高层次，能够飞升成仙的天仙，那标准更高，要积累1200件善行。而且他还强调，这个善行得是真心实意的帮助别人，不是装样子。更严格的是什么呢？是说，如果你在积累的过程中做了一件恶事儿，哪怕是一件，那之前的积累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得重新开始算。这么严格，做一件坏事就清零了，这有点像现在玩游戏做任务攒积分，失败一次惩罚很大。但这会不会让人觉得太功利了？为了攒积分才去做好事儿？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从现在视角看，确实可能觉得有点功利。但葛洪当时的目的，可能更多的是想把抽象的道德要求变得具体化、可操作化，给人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和衡量标准，让人知道该怎么做。对，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不做坏事可能比拼命做好事更重要。为什么？他提醒大家要警惕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恶，比如说背后说人坏话啊，占点小便宜啊。他认为这些行为会像锈一样，慢慢腐蚀你的心态，扰乱你内心的平静，动摇你的根本。细节决定成败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嘛。你内心是坦荡和平，还是焦虑不安，这直接关系到你的身心状态，也就是修行的根基稳不稳。就把追求长生从一个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一下子提升到了全面的身心修炼和道德实践的高度。也就是说，你想活得好、活得长，不光要看你会多少术，更要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对，总结得很好，德是根本，然后是第三个颠覆，这个是关于认知观念的。当时很多人质疑葛洪啊，说你老说千年龟、千年鹤，还有神剑什么的，谁亲眼见过？我没见过，那就是假的。这是一种很朴素的，也是很常见的眼见为实的想法。这很符合直觉嘛，没见过确实很难相信。那葛洪怎么回应呢？他总不能说，我昨天就碰见一个吧？哈哈，他倒没这么说。他承认眼见为实有他的道理，但他认为这不能是唯一的标准。还有2种东西同样重要，一个是逻辑推理，另一个是可靠的文字记载。逻辑和记载，他具体怎么说的？他提了几点。第一，他说懂规律就能推知未来和未知，就像你看到近处的山，你知道它是由土石草木构成的，那你就能推断远处那些你没去过的山大体上也是这样。你看到现在活着的人需要吃饭喝水，那你就能推知古代的人肯定也要吃喝拉撒。有已知推未知。对，同理，你看到普通的乌龟，它能活几十年，甚至很长时间不吃东西也能活，那你就能从中推断出龟这种生物本身，它具有一种能够长寿的内在规律。既然有这个规律，那么存在活得更久的，比如活上1000年的龟，就是有可能的。长生之术也是一样，它是基于对龟鹤的长寿现象、药物的效用、导引的效果等等这些规律的观察和推论，所以认知不能光靠眼睛，还要靠逻辑。这个逻辑链条倒是清晰的。第二点，他说你没见过不代表它不存在，可能是因为你没去对地方，或者说是你的眼界受到了限制。
他说啊，那些真正长寿的生物或者得道的人，往往都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不是随便就能碰到的。他还引用了一些古书，描述那些千年龟、千年鹤有什么奇异的特征。比如千年龟是五色的，头上长角，能懂人言，栖息地也很特殊。千年鹤是纯白色的，脑髓会变成丹，活到1000岁才开始在树上筑巢等等。他用这些细节来暗示，这些都不是凡俗之物，普通人当然难得一见。然后他还用了一个挺犀利的反问，他说：“你连自己家院子里的那些花草树木都未必能认全，你怎么就能那么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些你没见过的稀有物种呢？”不要因为自己见识有限，就否定未知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心态。然后是第3点，他认为可靠的他人经验，特别是那些被郑重记载下来的，也应该算作一种证据。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引用《史记·龟策传》说，有个人家把一只活龟垫床脚，结果那乌龟活了几10年都没死。史记里的这个权威性就比较高了。是的，他还引用了一部叫《艺文记》的书，作者是东汉一个以正直诚信著称的名臣，叫陈仲公，名人写的。对，书里详细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女子遭遇战乱，藏在空坟里，模仿乌龟呼吸吐纳，结果3年没吃东西还活了下来。葛洪就特别强调，你看，记录这个故事的人陈仲公是以诚信闻名的，他记载的细节又这么具体，这就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要可靠得多。我们要学会区分哪些是可信的记载，哪些是无稽之谈。这个思路很清晰了，它不是让你盲目的去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引导你去思考，我们的认知是不是太狭隘的局限在亲眼所见上了。逻辑推理，还有那些经过筛选的可信的二手信息，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我们判断事物的考量范围之内？这么一听，葛洪这3大观点，挑战宿命论，强调德术双修，突破认知局限，确实是把修仙这个事儿从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话传说，拉到一个可以让人去理性探讨，甚至尝试去实践的层面了。对，他就想让它变得更落地，更有说服力。在那个时代，他要挑战的可是很多根深蒂固的想法。他是怎么做到让当时的人信服的呢？他总不能是靠嗓门大吧？他的论证方法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可以大致概括为，常用的有那么3把斧。第一把斧就是引经据典，或者叫典籍互证。他的策略是大量引用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可的那些权威书籍，这包括儒家非常推崇的正史，比如《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也包括道教内部流传的一些重要经典，像《预测记》《昌语经》等等。他用这些不同来源但都被认为有权威性的书籍里的内容，来互相印证、支撑自己的论点，构建起一个看起来很牢固的证据网络。这个策略很高明啊，用大家本来就信服的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别人就很难反驳了。能再具体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前面提到论证乌龟长寿，而且有点神奇，他就引用《史记·龟策传》里那个垫床脚的乌龟故事。为什么引用《史记》？因为《史记》的权威性，连最较真的儒家学者都承认，这就很有说服力了。釜底抽薪。再比如，为了证明那些方术不是瞎编的，是真实存在的记忆，他就引用《汉书》里记载的方式栾大能让棋子自己斗起来，《后汉书》记载的张凯能呼风唤雨，原文是兴物。这些都是正史里的记载，不是野史传说。正史里也有这些记录。有的，虽然我们现在会用科学去解释或者质疑，但当时的人看到正史这么写，就会觉得看来真有这种事儿。同时呢，他还会引用道教的经书，比如《预测记》《昌语经》里面对那些活了很久的动植物变化的详细描述，就是刚才说的千年龟、千年鹤那些。还有什么活了1000年的松树，树心里面会有像青牛、青羊甚至小人一样的东西。还有蛇、猴子活久了会变形态，狐狸活500年能变成人形等等。这些描述非常具体，听起来就好像真的一样，增加了生动性和可信度。绘声绘色。他还经常打组合拳，比如讲龟息法能让人长寿，
他可能会先引用预测剂里的理论，说龟就是靠这种呼吸法长寿的，然后举出艺文记里张广丁女那个具体案例，最后再用史记里垫床脚的龟作为旁证。这样一来，理论、案例、旁证三者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论证闭环。也是听起来挺严谨的。这第一板斧就很厉害了，第二板斧可以叫做历史人物背书。名人效应。他特别善于引用那些在当时有很高声望、公认有德行或者有特殊经历的历史人物的故事或者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证。比如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记录张广丁女学归西故事的陈仲公，葛洪在引用的时候，就会不经意地强调一下，这位陈先生可是东汉著名的名臣，是以正直、诚信闻名于世。那他亲笔记载，甚至可能亲眼见过的事情，可信度自然就大大增加了。利用了人物的公信力。对，还有像彭祖，他不光是说彭祖活了800岁，他还会补充一些生活细节，说彭祖这个人呢，饮食很清淡，作息特别规律，坚持练习导引，甚至还有子孙后代在魏国当将军呢。这样一来，彭祖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模糊传说，而变成了一个更可信，甚至可以模仿的榜样。他所说的修仙养生之法，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第三板斧是类比和反证，他非常擅长运用生活中的常识来进行类比，或者从反面去论证，有时候还会直接指出对方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也就是我们说的归谬法。这个听起来更像是辩论技巧了，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当然，比如当时有人质疑异类不能相异，就是说不同种类的东西怎么能相互帮助呢？你吃草药，草药跟你不是一类，它怎么能让你长寿呢？松宝也不是人，它怎么能对人有益呢？这个质疑听起来有点道理。但葛洪就用大量的常识来反驳。他说，你看水和土跟草木不是一类吧？但是百花草木是不是都靠水土才能生长？五谷杂粮跟人不是一类吧？但人是不是靠吃五谷才能活命？油跟火不是一类吧？但火是不是得靠油才能烧得更旺？水和鱼也不是一类，但鱼离开水能活吗？都是日常现象。对，他说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种类相互注意的例子嘛。所以借助外物，比如药物、食物来养生，这完全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甚至还举了一些更具体的例子，说蛇能自己衔来草药接好断掉的尾巴，用桑树枝能让断了腿的鸡重新站起来，还声称这些是有人亲眼见过的。哇，后面这2个例子有点神奇了。这些例子我们现在看可能觉得是传说，但当时的人可能会信以为真。关键是他用类比的逻辑说服你，既然自然界普遍存在异来相异，那你凭什么说药物不能助人长寿呢？好吧，这个类比确实有力。那反证和归谬呢？反证法，比如前面说的，有人认为修仙的大道太虚无缥缈了，肯定不行，连带着那些小术也都是骗人的。葛洪就反过来论证，他说，像吞刀吐货、空手变出瓜果、让袋子变成蛇，在盘子里变出鱿鱼，这些小术，他还列举了据说有900多种。这些技艺是真实存在的，是有人能做到的。他的逻辑是，既然这些看起来很难、很神奇的小术都能实现，那追求更根本、更符合生命本源的大道，也就是健康长寿，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用小术的实来反证大道的不虚，以小见大。对，归谬法用的也很巧，比如针对当时流行的那种生死有命、吃药锻炼都没用的宿命论调，有人可能会举例说，你看手指断了，他自己就接不上，说明命该如此，外力没用。这个例子好像有点说服力。但葛洪就抓住了你这个逻辑里的矛盾，他反问，好，你说同类才能相互作用，那断掉的手指和你自己的身体是同类吧？那他为什么不能自己让好呢？反而有时候用那些异类的药物，比如传说中的什么蛇仙膏，据说还能帮助伤口愈合。这确实是个矛盾。他接着问，你又说一切都是命定的，那为什么我们生病了吃药，受伤了处理伤口，
平时注意锻炼、调整饮食，又能实实在在地改善健康状况，是指治好疾病呢？如果真是绝对命定，这些干预措施怎么会有效呢？他就是直接把对方的前提给驳倒了。是的，他通过这种方式指出了对方立论的前提，不管是绝对的同类相异，还是绝对的宿命论，其实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是有逻辑漏洞的。他不是跟你硬碰硬的中论，而是用你也能理解和接受的常识、逻辑来一步步揭示你原有观念里的不足和矛盾。这辩论技巧确实高明。引经据典、名人效应，再加上类比反证和逻辑归谬，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应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也就是抱朴子能够流传下来，并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影响吧。这部对俗以及他所属的《抱朴子那篇》这本书，在历史上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仅仅是一部道教内部的重要文献吗？它对后世，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意义呢？它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道教本身的范畴。首先，毋庸置疑，它对道教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作用是巨大的。怎么说？在葛洪之前，道教的修炼方法相对零散，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把外丹，就是炼制服用丹药、内炼，包括导引、存思、守医等等精神和身体的修炼，以及德行修养这几大块给整合到了一起。多重要。他提出了一个神仙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而且要种树并修的理论框架。这就让道教的修炼从原来那种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状态，走向了系统化和理论化。这对后来的道教发展影响深远。比如唐代那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也是道士的孙思邈，他的很多思想就能看到抱朴子的影响。孙思邈也受他影响。是的，同时呢，他那个德术双修的理念，特别是把儒家的忠孝仁义这些伦理观念融入进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道教的社会地位和理论的格调，不再被看作是旁门左道了。对，更容易被主流社会，特别是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和认同。比如说，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他们家族就是世代信奉道教的，这跟葛洪提升道教理论和形象不无关系。后来道教里面发展出一种叫功过格的修行方式，就是每天记录自己的善行和恶行，以此来反省和督促自己。他的思想源头其实也能追溯到葛洪提出的那个量化善行、积善成仙的标准。那在道教之外呢？超出道教范畴来看，从比如说科技史的角度，抱朴子那篇也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比如书里面明确记载了丹砂，也就是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也就是汞。而汞经过一些处理，原文叫激变，又能变回红色的丹砂。这是个可逆化学反应啊。没错，这被认为是世界化学史上对可逆化学反应相当早的、比较清晰的文字记录。虽然目的是炼丹，但客观上它反映了当时古人对物质变化的认知水平。在生物学或者说博物学方面，他对一些动物习性的观察，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理论支撑，但有些描述是有些合理之处的。比如他观察到乌龟确实非常耐饥饿，新陈代谢缓慢，虽然他用的是食气之类的解释。他记载的那些动物修炼成精、形态变化的传说，像猴子、狐狸什么的，还有说老松树里面会有青牛、青羊，古人对于生物生长变化乃至物种之间联系的一种观察和思考。看来它还真像是一部古代的自然观察笔记和化学实验记录的混合体。可以这么理解它包含的这部分内容。对俗里倡导的那种内要修炼德行，外要掌握方术，就是德术并重，以及他试图将入世的责任，比如忠孝，与出世的追求修道长生的思路，这对后世的心态影响其实非常深远。古代文人理想的一种人格模式，就是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是儒家的入世担当，独善其身则带有很多道家的意味，追求内心的宁静和个人的修养。葛洪的理论实际上就为这种心态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支撑。他告诉人们，入世的责任和个人的精神追求，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探索，可以不矛盾。
可以在不同的境遇下有所侧重。这位文人在现实的压力和个人的理想之间提供了一种缓冲和灵活选择的可能。像陶渊明、李白这些人身上，多少都能看到这种儒道互补心态的影子。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弹性。是的，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德术双修的思想也以一种更通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日常的伦理观念和生活态度里。比如，我们传统文化里经常强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看，爱财可以看作是追求目标，是术的层面；取之有道就是强调方法要正当，要符合道德，这就是德的层面。这么一联系，确实有点那个意思。对，再比如，我们强调个人要努力奋斗，术，但同时也要注重品行修养，德；要追求事业成功，术，也要关注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德。这种追求多个维度平衡发展的思想，其实跟葛洪强调的全面修养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吧？我们现在也讲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要并重。确实如此。那还有其他的文化影响吗？还有就是这本书里反复提到的那些意象，比如彭祖、乌龟、仙货、神仙等等，他们逐渐就固化成了中国文化里象征长寿、吉祥的符号。这个很常见。对，这些符号大量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诗词歌赋、绘画艺术里面。你看我们常见的松鹤延年图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文化符号承载着人们对于健康长寿、生活美好的愿望，一直延续到今天。像过年贴春联、过寿吃寿面，都跟这种文化心理有关。这么一梳理，原来对俗这部看起来有点古老和玄乎的文献，它的影响竟然这么深远和广泛。它不仅塑造了道教的理论体系，还在古代的科技观察、医学理念、文人的心态、民间的伦理观念，甚至我们日常的艺术符号和生活习俗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确实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块非常重要的智慧拼图。对，可以这么说。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古人是如何思考生命、应对困境，并试图整合各种知识和信念来构建生活意义的。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葛洪的对俗，感觉收获很大。虽然说1700多年过去了，但是葛洪在书里传递出来的那些核心的智慧，我觉得依然闪闪发光。是的，比如他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认命，要相信生命是有改变的可能的，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和实践。强调主观能动性。对，他还强调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德行不仅是社会要求，它跟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密切相关的，是根胆茎的东西。德术双修，内在修为很重要。是的，他还提醒我们要保持认知的开放性，不要轻易被眼见为实这种直觉所局限，要学会运用逻辑和可信的证据去判断，理性思考。所以回过头来看，他鼓励我们用一种更积极、更理性，同时也更有道德感的方式去生活。这个总结非常好，它确实提供了很多超越时代的思考。说到这个，葛洪当时不是提出了那个地仙300善、天仙1200善的量化标准吗？对，那个积分制，这确实可以引发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问题，让你去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关注，甚至稍微记录一下自己的善行，也许只是非常微小的帮助，比如给别人一个真诚的微笑，或者耐心的听别人倾诉，也许是对工作、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点点真诚的付出和贡献。如果我们留意这些行为，以及他们给自己内心带来的感受，这会对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的价值，如何提升内在的幸福感和生活的意义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想法很有趣，就是说把那个积善的标准从求仙转换成一种提升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的内在练习。这不一定是为了什么功利目的，更像是一种自我关照和探索。这或许是一个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感受和探索的方向。希望这次关于抱朴子对俗的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